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娜娜的可以吃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看不见的花园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吃这一家台中的阪神本铺的长崎蛋糕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？我超喜欢这家的蛋糕。然后它应该要配牛奶吃，但是呢，我有乳糖不耐症，所以我不能配牛奶。不然我觉得配牛奶感觉很棒。你看，已经被我吃完一半了。它就是吃起来会黏黏的，然后就是很朴实无华，但又让你觉得一吃还想再吃的味道。好好吃哦！我没有很喜欢蜂蜜蛋糕，但是这家就是它那个黏牙的口味，然后跟没有很重的蜂蜜味，超好吃的。就是你好像不用咬的，它就吞进去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很好吃哦。我可以自己吃完一整盒，所以我每次都买小盒的，因为它3天就吃完，所以我就3天只吃完这一盒，很夸张吧？然后我如果吃了蛋糕，我那天就不敢吃白饭。好，我要讲故事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做 Alaric 的人，他的梦想就是他要种出世界上最美的一片花园。为了完成这个梦想，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他的努力包括哪些事情呢？他研究每一种花卉的特性，按照不同花卉的特性来为土壤施肥。他种了非常多全年会开花的植物，所以呢，他每2周就浇一次花肥，每一季还会增加长效型的肥料，连浇水都很讲究哦。他浇水的时候会仔细的避开叶子、花朵，直接浇到土壤里面。因为呢，他知道除了花瓣上面有绒毛之外，叶片上面也有。那如果小水珠粘在上面，虽然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，但是会让花朵的寿命缩短。为了确保土壤不会过干或过湿，他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，每天黄昏也仔细的确认每一朵花的生长状况。他非常仔细的照看这些花朵，修剪不好的部分，保证每一株植物都可以得到最好的养分。那怕有虫害，他每一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检查是不是有虫在作怪。他相信只要他做到最好，他就可以种出最美的花园。但是他的花还是都死了，很奇怪，好像无法适应周遭的一切一样，一一的枯黄死亡。Alaric 无法理解，他无法接受这件事情。他仔细的回想一遍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水分不够吗？阳光不够吗？可是不对，而且没有害虫，为什么我的花园依然会走向死亡？他非常的伤心。再加上在山坡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叫做 Sylvia 的女生，她呢也有一片土地，但是她完全没有在管什么种花种草这种事情，她一点都不在乎。她也从来没有去管过她的土壤，没有浇水，没有除草，也没有去施肥，什么都没做。他没有刻意照料自己的土地，当然也没有规划过在哪里要种什么。可是呢，风将种子带来了，雨水滋润了大地，花朵跟野草就开始恣意奔放的生长，彼此好像在争夺养分，但却相互依存。好长的时间过去， Sylvia 的土地竟然长出了生机盎然的小森林，有各种的野花，野玫瑰、野蔷薇、雏菊，还长出各式各样的香草、蒲公英，还有金盏花，到处爬满了葡萄藤、常春藤，还有自由自在的紫丁香跟灌木丛。Sylvia 从未栽种，但是她却拥有一片绿意以及5颜6色的花朵，这让 Alaric 完全无法接受。他本来已经很伤心了，因为自己的花园的花都死了。可是他现在看到那个从来都不管种植物、种花、种草的那个人，那个 Sylvia， 他每天什么事都没做，他竟然可以拥有一片森林，凭什么？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个结果嘛！他就来到一座古老的神殿，请求先知给他指示。他气愤又悲痛又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付出了一切，我那么的努力，我的花还是死了。而 Sylvia 她什么也没做，她却拥有了一切，这凭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要这样惩罚我？”先知望着他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你忘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在单一的轨道上运行。你看见 Sylvia 拥有一座森林，你没看见的是她的经历。她的努力跟你的一样的真实，只是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你知道为了你的花园拼了命的努力，却不知道她也在为了她心中的花园拼了命的努力。她的花园是盼望她病重的孩子
可以早日恢复健康。他也为了他的花园拼了一切的可能，可是他心心念念的盼望，最终也未能如愿啊。故事讲完了，这故事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，但是我们很常会做不到的一个小小的道理。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还是很难免的会陷入 Alaric 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。就是当你为了一件事情非常努力，你投注了一切的心血，你把自己都付出去了，可是却得到了反效果，你可能失败了，得到了什么枯萎的花园。你很沮丧之余，竟然发现怎么那个人就像故事里的 Sylvia， 她什么都不做，她可以轻而易举，不劳而获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爷要这样惩罚我？就是你会陷入这样的负面情绪。可是如果你静下心来想，其实你觉得 Sylvia 拥有那片森林，可是她根本不在乎那个东西啊。她心中也有那个花园，我们一定要打这个。他心中有那个花园，跟你的不一样。花园就是一个代名词，花园就是象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心念念的盼望，而那个盼望都不一样，所以不用比。你觉得你没有得到，其实世界上好多人他也有很多他想得到得不到的东西啊。对 Sylvia 来说，他的孩子就是那个花园，他每天辛勤的浇灌、呵护、守候，却依然无法控制的花园。那他的努力跟他的痛苦、他的失落、他的沮丧、他的愤怒，其实是跟 Alaric 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在 Alaric 的眼中，他看不见，所以他会觉得太不公平了吧？凭什么 Sylvia 有？所以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结果看似很单一，但是它其实是有非常多复杂的交织的因素交错而成。所以彼此的生命经验不需要也没有办法拿来做比较。每一个人生命背后的背景经历都不一样，而这各自不同的经历，只有每一个人自己他才可以体会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为了自己无法轻易得到的东西努力奋斗着，所以不用去看别人，因为他努力奋斗的东西你不知道而已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根本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你觉得呢？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吗？一样英文版在 Podcast， 赶快去听。那我们下礼拜见喽，拜拜。